离开曹营等人所在的山丘，萧炎一头扎进了万药山脉。凭借着出色的感知力，萧炎很快就找到了凶兽的所在方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后，萧炎终于是来到了万药山脉的较中心部位。一抹淡淡的幽香吸引了萧炎的全部注意力，是丹灵浆的味道。丹灵浆是调配地心魂髓所需要的一味主药材，非常稀罕，萧炎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不过这等宝贝都是有魔兽守护的，奇怪的是萧炎没有在周边发现丝毫魔兽踪迹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。萧炎仔细地研究起了溪流的源头，一处约莫10丈左右的深潭边，还真被萧炎找到了一些淡蓝色的鳞片。观其色泽、纹路、形状，萧炎很快就确定了守护兽的身份——玄水虎蛟。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不殆嘛。萧炎正好有治它的办法。水醉云仙树的果实水云果，对一些水系魔兽来说，拥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。那果实中有着一种特殊的醉浆，效力极其强大，即便是7阶魔兽将之吞服，也是会逐渐的被醉得进入休眠状态。萧炎找了一处地方种下果树后就猫了起来。玄水虎蛟有点聪明，但是不多。领地里突然多了宝物，他也知道不对劲，于是他耐心地等待了将近5个小时后，还是没忍住冲进了陷阱。当然出门前他没忘记给有着丹灵浆的那块巨石照一个防护罩。看到宝物时，不忘探测周围有没有人。咬下果实前，先用水幕裹住。但这玄水虎蛟遇上了萧炎啊！在他含住果实的那一刻，萧炎就在暗中下黑手弄破了水幕裹住的水云果。于是他醉了，丹灵浆没了。2-3分钟后，萧炎在挺远的地方都感受到了地动山摇。万药山脉正中心的山顶处，一座由巨塔搭建而成的大殿内，一名身材魁梧的赤膊大汉正极为痛心地怒吼道：“姑奶奶，你吃够了没有？”只见一堆满了药材的广场正中心，一道娇小的身影正一手抓着一个一眼看上去便是异常珍贵的药材，毫不客气地对着小嘴塞去。好什么好，等我吃饱了找到人了，会带你离开这里的，放心吧，不就是破开空间吗？那是我的拿手好戏。那娇小的身影边吃边嘟囔道。另一边已捏好气息，正想偷偷摸摸潜上山顶浑水摸鱼的萧炎，却是突然感应到了一股极为剧烈的能量波动。打着先观战，等凶兽现身他就去偷家的念头，萧炎调转了方向。几分钟后，萧炎就看见了有将近100人被困在灵魂屏障内，曹营等人也在其中。更糟糕的是，被包围的众多炼药师内有10几道身影是黑衣男的同党，他们的突然暴起杀死了不少来不及反应的人。有些反应快一点的捏碎空间时就想逃，然而黑衣男袖袍轻挥间就将那些想要逃离丹界的人给凝固住了，然后手掌一握，那些炼药师就变成了一团团模糊血肉。场中失去了最后保护手段的炼药师们绝望了，他们开始不计后果的反扑，直到血流成河，场中已不足10人。10几名黑影一时间难以啃动这些硬骨头。黑衣男笑着道：“无用的挣扎，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”随后缓步轻踏，想要直接解决掉负隅顽抗的几人，只是这步子还没迈出第3步，他就仿佛察觉到了什么。下一秒，萧炎就从旁观者变成了瓮中鳖。怎么办？曹营瞥了一眼萧炎，突然轻声问道：“能怎么办？那家伙可是斗尊强者，各自想办法逃命吧。”萧炎无奈的道：“还能怎么逃？就算使用空间时，都会被那家伙拦截下来。”宋清皱眉道。萧炎摊了摊手，也懒得与他争执。反正万一不对劲，他便施展毁灭火莲逃命。至于曹颖他们，他可没那精力。话别说太满，会被打脸哦。这灵魂屏障我能破，但如果我对屏障出手，那家伙肯定会动手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曹颖银牙一咬，眼睛却是眨也不眨地盯着萧炎。他知道这里战斗力最高的还得数萧炎。萧炎眉毛一挑，没有说话。一名脸庞上沾染着些许血迹的中年男迟疑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我们能拦住这些黑衣人，但那家伙……你需要多久时间？”萧炎道：“3分钟。”曹颖道。萧炎沉默了片刻后道：“那便战吧。”虽然对方是斗尊强者，但阻拦其3分钟，萧炎还是有把握的。萧炎清楚斗尊强者的难缠程度，当下也不敢有多少保留，天火3旋变直接开启到第2变，8级崩、开山印、翻海印连番招呼。黑衣男被缠得烦了，直接放出了大招。那犹如蓝色水晶的手臂出现又消失的瞬间，萧炎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放出了地妖魁，
紧接着一道异常刺耳的沉闷之声响起，地妖魁那坚硬无比的胸口处居然直接是生生凹陷了将近半寸。地妖魁飞了，萧炎也受到了波及，脚步踏着虚空噔噔的急退。好在萧炎稳住身形的那一刹，灵魂屏障破了，破裂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，众人就朝着四面八方逃了。曹颖、宋清与萧炎则是脑回路一致的朝着山峰之顶逃去。只要黑衣男和凶兽打起来，他们就能活命，说不定还能摸摸鱼，得到意外惊喜。可惜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速度挺快的，不过可惜还甩不掉本尊。黑衣男现身笑道，随后又是熟悉的金层手爪。萧炎三人分为3个方向，闪电的倒射而退。这次手爪是冲着曹颖去的，还伴随着空间凝固，曹颖根本动弹不得。宋清见美人被困，狠狠地一咬牙后转身就跑了。萧炎皱着眉望着那银牙紧咬苦苦坚持的曹颖，终究还是出手了。你就说脸痛不痛吧。我想如果此时地妖魁有意识的话，一定会怒骂萧炎，你救美人居然拿老子的身体去换。没错，为曹颖再次硬扛一击后，地妖魁几乎报废了，顾不上心疼，急忙召回地妖魁后，萧炎二人就跑了。那黑衣男几次出手都没能拿下几个小崽子，气炸了。在3人分散逃开的方位扫了扫后，他锁定了萧炎，既然你喜欢救别人，那本尊倒要来看看这一次谁来救你。森然声音自黑衣斗尊嘴中传出，其身形一颤，便是再度消失。此时感应到自己被盯上的萧炎怒骂道，混蛋，若是逼急了，今日拼得重伤，也得让你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萧炎目光透过森林缝隙，望着近乎是近在咫尺的山峰之顶，心中一口气刚刚落下，便是看到了前方不远处树干上的黑衣男。再聪明的猎物也逃不出猎人的掌心。黑衣尊者狞笑道，萧炎，本尊倒是要看看这一次是否还会有人出面救你，你的异火我收定了。听得此话，萧炎心头突然一动，惊声道，你是木谷老人。黑衣尊者微微一怔，随后笑道，认出来也好，也好让你死个明白。不管如何，我们之间也算是有着一些关系，真要说起来，或许你还得称本尊一声师叔。语毕，又是一记深蓝巨爪朝着萧炎招呼过去。好在萧炎早有防范，当巨爪出现的那一刹，萧炎不待他将自己锁定，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上。木谷老人见状冷笑了一声，先使出了空间凝固，再衔接巨爪。萧炎体内斗气在这一刹尽数调动而起，现在的他随时准备着进行最后一搏。就在天火三玄变第3变即将完成的那一瞬间，一道壮硕的身影从扭曲空间中踏步而出，犹如铁塔般的矗立在萧炎面前。在我的地盘这么大张旗鼓的杀人，也太不给面子了吧。来者一现身，便是一拳轰裂了那金层巨爪。来者何人？木谷老人又惊又怒的道。铁塔还未说话，一道清脆动听的娇笑声却是突然在这片森林中响彻而起。老家伙，你追别人我就不管了，但萧炎却不是你能杀的。紫妍。听得这熟悉的声音，正在愕然的萧炎顿时眼中惊喜涌现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